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恩。最近這個炒得沸沸揚揚的蔡阿嘎650萬大網紅的炎上風波呢，我想可以說是這個人盡皆知了哈。那如果說在看這部影片的你還不知道的話呢，沒關係，好不好？我呢也幫大家做一個事件懶人包的整理。哦，請講。第一個就是蔡阿嘎他遠赴日本，跑到日本玩，那順便拍影片嘛，啊，那畢竟是網紅嘛，所以呢，免不了在日本又要找一些題材或話題。那他就選了一個路邊看到所謂畫誓言會的這一種街頭畫家，用這種漫畫或者是卡通的方式，快速的幫路過的遊客進行個人素描嘛，那這種其實還蠻常見的。重點是在於，就為什麼這個事情一開始的時候會惹得大家這麼的生氣？還有一張要花台幣200塊畫的誓言會。YouTuber 蔡阿嘎一家到日本旅遊，找了誓言會畫家，下一句話：等下 AI 直接生成一張，看會不會比老闆還好看？當着對方的面脫口，已經有網友聽了有點皺眉。隨後蔡阿嘎說用 AI 生成的人像畫長這樣，接着再要網友投票誰獲勝。這舉動在網絡上燒了起來，畢竟畫家有自己的專業，有沒有涉及不尊重，網絡上吵起來。蔡阿嘎緊急回應，認為是比較這件事情有疑慮。其實比較這個動作對於藝術家或是創作者來說，本身是一個冒犯，這是非常不禮貌的。最後也謝謝大家理性的提醒，人類的創作才是藝術的本質，這點是永遠不會被取代的。近1分半的影片，希望能傳遞對創作者的歉意。既然他都做了第一次道歉影片了他卻因為本來呢一開始在各大媒體，不管藍綠媒體其實都有報道蔡阿嘎道歉的這個新聞。但是這個新聞只不過變成從日媒那邊去轉傳，可以說內容幾乎沒有不同的方式去報道的時候呢，蔡阿嘎卻以這個日媒的背後有中資的理由為主而跳出來想要把這個事情拉到所謂的政治議題。還有這種事兒？因為拿 AI 跟日本畫家比較，眼見批評聲浪越燒越大。YouTuber 蔡阿嘎30號再度發布影片致歉，這回他做的挺直，態度嚴肅，但前幾天可不是這樣。媒體識讀能力有夠差，看不懂，為了酸而酸，為了黑而黑。當時蔡阿嘎不滿日媒報道，拍片反擊，還直接點名對方是中共同路人。你不讀書，不是 Google 一下日語 Call China 維基寫什麼？他就是個在日本專門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語新聞網站吶。粉專差不多先生分析認為，蔡阿嘎並不是知錯，而是知道沒錢賺。部分酸他的網友則反問：難道自己也變成中共同路人嗎？後來有人甚至發聲抵制蔡阿嘎代言的品牌。截至30號下午4點，已經超過15萬人表態支持。這一種網紅被炎上的事件，我基本上很少在談。但是蔡阿嘎這次事件呢，很明顯的不是當事者有什麼作奸犯科或是貪贓枉法，對吧？重點是在於言論自由裡頭的所謂道德爭議的問題，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別來好好的跟大家一起細究蔡阿嘎這個事情呢，順便可以把以前我們跟觀眾介紹過的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呢，他的6個道德舉證的象限拿出來比對一下，可能你聽完之後有更多的理解或認同哦。話不多說，就讓我們開始吧 ，Let's go。當然，蔡阿嘎的翻車可以說是一路翻下去了。那我比較好奇是想先拉回到第一個焦點，就是到底蔡阿嘎能不能比較？因為呢，第一次的蔡阿嘎的道歉影片呢，他自己也講他說他沒有注意到這個網友原來呢對這種藝術工作者呢是不能接受比較的他就覺得這個是他疏忽的地方。其實坦白說，我第一次看他的道歉影片的時候，我覺得他道歉的還算是有打到點因為他的着重點是在他覺得可以比嘛，那可是他沒想到輿論的風波這麼大，是不能比嘛？但這就不禁讓我有一個好奇，也想問問看大家，就是你覺得可不可以比較？很多人都說，哎呀，這個是不尊重所謂著作權甚至我看到有老師拿著作權法來講認為這是一個屬於著作權當中未經創作者同意私自比較，可能有一些涉及到倫理的問題。坦白說，我覺得那個講的都太過，而且也太偏，因為他並沒有竊取或是剽竊這個畫家的著作權，涉及到倫理的部分，他進行所謂的比較，這個部分我認為不應該被列在著作權法裡頭。否則的話會造成我們講的大政府主義，也就是你什麼事情都要去規範一個倫理道德的尺度，用法律的規條的話，那個只會變成是嚴重的壓迫了言論自由以及思想犯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先回過來，就是說是不是真的不能比？首先我覺得大家可以試想一個情境，假設今天蔡阿嘎他自己也會畫畫，
那他能不能說，畫師幫我兒子畫，然後我自己在旁邊呢，我也同時看着我兒子畫完之後，在網絡上發起投票，讓大家比較一下是我畫的好還是畫家畫的好？你會覺得這種情況會冒犯嗎？好，那我們再假想一個，就好像很多開箱的影片嘛，還有說美食公道伯，對不對啊？這個懂得觀眾就知道。好，我可不可以在同一集裡面，好比說拉麵店，然後我去2家不同拉麵店試吃，就比較說，我覺得哪一家比較好吃？照理說，大家一般對這種反而比較沒有爭議，對嗎？但是呢，我相信很多觀眾開始的時候不太滿意的，應該還有一點，就是說他在畫家還沒畫完的時候，他就同時在旁邊偷偷的進行這個比較。很顯然的，第一時間就不是因為他有多麼的喜歡或者是非常的欣賞，在旁邊路邊觀察很久說，哇，你这畫的真不賴耶，我很想要請我孩子給好畫。好，就比較讓觀眾感覺不到是他是真的有發自內心的想要請畫師畫，而是有比較像着好玩，然後輕鬆，然後可以做這一種網絡投票呢，可以制造話題的流量。所以出發點這一個部分確實也備受爭議了，是被炎上的其中的理由。但是憑良心講，我不太會覺得說他作為一個 YouTuber 想要制造影片有話題、有吸睛的角度來講，就一定那麼的不正確。對不起，我從小接受的教育不支持我做這種事情。而且蔡阿剛還蠻聰明的，他之前不是就有被炎上那個跑到日本的餐廳去評人家的東西難吃嗎？爆幹難吃啊！雷店千萬不要吃的店啊，而且還連鎖的，看到它千萬他不要進去吃，一定難吃，一定難吃。雷店千萬不要進去吃啊！可是你想為什麼他儘管被罵，但是他都選擇在這個日本進行？雖然我不太清楚他在台灣類似的這種比較式的影片有沒有，但是我總覺得他在日本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在街上大剌剌的批評，他會覺得比較沒有對日本人太不尊敬。一來是別人也聽不懂，他講中文嘛，那二來就是說可能比較他國的東西呢，也比較不容易引起自己國人的爭議。好比說你要是來比較這個北部粽好吃還是南部粽好吃，那我敢說，對不對？他的粉絲恐怕就要流掉至少1/2了。所以蔡阿嘎其實他選擇在海外的地方來做這種比較式的影片，那我認為他的目的一開始就有，對他而言這個是可以簡單快速有效創造流量吸睛的影片企劃。所以這一次我覺得他的動機呢，不能說好或壞。如果要是那個世研會的畫師他是聽得懂中文的話，那恐怕他確實感覺到更多的被冒犯。但是在如果是不懂中文的情況下的話，其實去討論這個冒犯的程度，我覺得這有一點過了。好，因為你怎麼知道對方他真的有不舒服的感受呢？好，那如果蔡阿嘎他的出發點本來就只是為了想做影片而找人畫畫，而不是真的想要去留這個畫所謂的藝術創作的話，那麼我覺得這個點來講倒也無可厚非。所以關鍵就在於大多數的人之所以會炎上蔡阿嘎發起的網絡投票，也不是在於他投票本身，在於是說他的比較本身呢有一個不對等的問題。那這個不對等是什麼呢？這種所謂的人的藝術創作或者說勞動的付出拿來跟 AI， 它是一種不對等的一種比較，是所謂的不公平的一種競爭，也就是 Jonathan Haidt 裡面6個道德舉證當中的公平與欺騙，就是 fairness and cheating。 什麼意思呢？就是大家去想你會不會聽到 AI 的時候，很多人的直覺反應都覺得 AI 生成圖是經由海量的人類藝術家，而且是在未經授權的作品資料庫當中，透過用 token 的演算法，不斷的用運算，在數秒當中無痛就算出來一種無成本的複製品。其實事實上 AI 的爭議到目前仍然存在，好比說類似宮崎駿吉卜力工作室的畫風，那這個到底需不需要有版權？好，或者說 AI 公司它可不可以去生成類似吉卜力畫風？這個到現在其實都還是一個爭議點。因為你說你畫出來的東西不是宮崎駿吉卜力工作室親自所畫的，沒錯，可是你是去模擬它的畫風，用電腦的算力的方式，把它風格的細節呢，完全變成數據庫化而整理出來，以至於你可以畫出的就是一個我們講宮崎駿的複製品。那在人的感受上來講，幾乎是難以辨別。一般人要是沒有說是那種宮崎駿的狂熱粉絲的話，我相信乍看你可能都分不出來說這是不是宮崎駿本人所畫的，對嗎？所以從大眾對 AI 的接受尺度來講，目前在數位 AI 法上面呢，它沒有辦法規範，但是卻有一種類似著作權剽竊或者說抄襲這樣子的一種繪畫模式。所以我覺得關鍵核心問題倒並不是在 AI 的生成比較快速，那畫家的比較辛苦。難道說一定做的比較久的拉麵就一定該比較備受尊重嗎？不會嘛。
你還是要看好不好吃嘛，對嗎？重點也在於說，剛剛講6個道德矩陣當中，公平與欺騙的部分，就是這2個並不適合放在同一個天平比較輸贏，因為 AI 畢竟還是有一個很大的灰色空間，就在於說 AI 繪圖有沒有侵犯著作權。普遍的人如果並沒有接受說 AI 畫出來的東西就是完全自成一格，是人類過去各式各樣的畫家當中都不曾有過的風格畫，我想人就很難認同蔡阿嘎這種把世研會的畫師的個人風格或者說個人創作的這樣的一個尺度拿來对等的放在 AI 的一個天平上，這種心裡面的矛盾導致了人們在倫理的角度上呢，直覺就會認為蔡阿嘎這樣做其實是不夠道德的，玩砸了。在這個部分上面，我其實是有一點同情蔡阿嘎，為什麼呢？因為很顯然的是，他不太了解到底觀众会那麼氣的原因在哪裡。他只是知道觀眾都氣了，所以我該出面道歉，以作止血。這一個環節，當蔡阿嘎其實跳出來拍個道歉影片我覺得基本上就可以畫下句點。所以我沒有那麼太苛責的認為說他在這個事情上面有很嚴重的道德瑕疵。他可能認為那個反而是單純的證明了現代的 AI 繪圖已經慢慢的在取代掉我們講的這種畫家的效率。想凸顯的可能就是這類的工作者其實生存也會變得越來越不容易。他比較沒有意識到是這種比較並不對等所謂的公平性。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那第二點我覺得問題比較大，從他後面的影片又立刻跳出來180度的大改變，完全是作死自己跳出来說是日本媒體後面中資的背景完全是刻意造謠抹黑他這一點我們從他180度的改變就知道說，他其實是對他第一次的道歉影片是不是有自己很深刻的理解我覺得他是沒有的因此呢，就大家的撻伐說這個事情他會被罵成這樣呢，是有這個政治意圖的不良媒体在帶風向所致拜託幾個嘞，想要用所謂的台灣自主意識的角度呢，把他的這個輿論風波帶向政治化，好使得他的支持度也許可能掉下去的那一邊呢，仍然不見得會回來，可至少呢，可能會激起這個比較有反共意識的台灣人呢，更多的變成來支持。所以他想走的一個策略呢，就是想用這個方式來彌補自己粉絲退訂的流失。好，而恰恰就是這一點呢，反而就會讓人覺得走偏。什麼他媽的叫驚喜？因為你在操作這一種議題轉換的時候你不能夠一下子把自己帶入到那麼絕對化的裡頭。你可以說你合理的懷疑這個事情被延上了這麼久你覺得不單純，但是蔡阿嘎一下子180度的轉變，完全把自己要置於一個受害者的角色，然後起來對抗所謂的紅媒的介入的時候呢，那這樣的轉換它會有一個很大的風險，就是第一個，蔡阿嘎過去並不是政治類的頻道主他是生活類的。那你怎麼樣能夠自圓其說的認為這是一種被針對的表現？話都冇咁準啊！那當然，他也給出了一個解釋，就是他過去有很多抗中保台或者說反共的言論出現過，他認為他被盯上，所以他想要把過去的一些他的政治立場呢拿來做一個連結，好凸顯出說他是這個事件裡面被媒體霸凌的受害者。這肯定是有人在裡邊搞事嘛！那這個部分，我個人覺得說，你真的要這麼認為的話呢，也不是不行。但是當你這麼絕對的時候你的態度瞬間的反覆，又會凸顯出就是你前面的道歉到底是不是真的誠懇。也就是網友講的，蔡阿嘎的道歉並不是知道自己錯了而是知道自己完了。台灣人民本質上來講普遍是很善良的就是對於有錯必認有錯必改的人呢，都會比较願意給予寬容，所以道歉呢也變成了網紅的一種反射條件。我乾脆就不管怎麼樣先認好，來作為一個止損或是止血。但是因為他本質上又沒有真的理解他為什麼要道這個歉，好，所以呢這種180度的轉變呢叫人看不下去，轉換太快，顯得你前面的道歉就完全是一個表演演戲成分了。我比較驚訝的一點就是蔡阿嘎的轉變太快，快到我不知道他怎麼去理解他自己前面道歉的那種自相矛盾性。因為這種快速的轉变在人的品德上面 Jonathan Haidt 的所謂神聖與墮落這件事情会比較敏感，
就是我們為什麼對於這一種立場反覆，而且是在短時間之內就快速改變的人，多半比較沒有辦法存在道德上的認同或者是信任，是因為我們始終相信一個人如果是誠實的照他的良知去做出行為的話，那麼他的整個的自我價值或者說世界觀來講，不太可能是輕易就可以那麼大幅度的做調整。那如果能夠這麼快的時候，只能說明前面就比較是包裝，或者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去做出的反省嘛。這個品德的神聖性呢，淪為了一個看起來比較像是網紅的生存秘訣，需要流量，需要討好大眾的歡迎而做出妥協，或者說的就是一種所謂的堕落了。好，所以這個是蔡阿嘎出現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Jonathan Haidt 裡面的神聖與墮落。他前面的道歉相形之下，被他自己變成了一個很廉價的行為。好，那第三點呢，我認為是更嚴重的，就是他呢没想到在他自己的嘎家軍的群組居然還發起了這種動員令。因為風波就此平息，沒想到蔡阿嘎接下來的操作更引爆粉絲怒火，很多酸民網友斷章取義這我也沒辦法，我擺明了就是在稱讚畫家。眼看炮轟聲浪止不住，蔡阿嘎再度發片，但這次不止更小點數可以開罵網友，甚至還出動網軍圍剿網絡酸民。一夕之間，網絡上流出多張社群截圖，一名管理員自稱是嘎哥，要求成員針對批評聲浪開戰。一開始，不少民眾還以為是 AI 製圖，沒想到蔡阿嘎竟主動在社群承認，這群所謂的成員就是他底下的嘎家軍，也間接證實外流的群組訊息全部都是真的。如果是因為我的言行讓大家認為嘎家軍代表的是對立攻擊，也不會是我希望想要看到的結果。一系列操作不止讓訂閱數量瘋狂流失，廣大網友也紛紛聯署抵制相關品牌，甚至多家和他有商業合作的各大廠商也一一發聲切割。那這個動員令呢，我認為是最嚴重的。好，因為我們常都知道說，政黨惡鬥最喜歡互相攻擊的就是說對方有網軍嘛，有水軍嘛。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網軍跟水軍為什麼我們那麼的不能接受？你能接受嗎？好，基本上網絡本身上面的所有言論，或者說社會當中所有言論呢，必須要符合言論自由。好，那水軍出征這件事情，它有沒有構成對於言論自由的侵犯呢？這個就變成要看你是用過去古典憲法學當中所謂的言論自由只是防範國家公權力的這種狹隘思維，還是說要引入現代憲法基本權的第三人效力以及言論市場優勢地位的概念來看。怎麼說呢？我們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呢，它的核心旨趣原本是在建立說一道要防止政府呢可以事前審查或者是事後懲罰的這種消極防線，比較是針對的是國家政府，你不能干涉我個人來看。可是呢，在現在這種數位平台高度的壟斷，還有就是網紅經濟崛起的今天數位空間的這種控制權已經很大程度的向私人的巨頭或者是擁有龐大粉絲數的超級網紅呢來做傾斜。所以說，當今天如果你是一個100萬 YouTuber 在面對公眾的批評的時候，你並不是動用法律的手段來捍衛自己覺得有遭受到惡意的攻擊，而是說透過非正式的群組的紀律以及服從發動自己的鐵粉來特定批評，到處留言貼文來洗版面的這一種集體言論的圍剿呢，那麼仍然是違反了言論自由的精神的。在憲法學裡頭呢，是實質構成了所謂私部門的主體對於個人基本權的實質侵害。簡單來講，假設今天好比說有人留言攻擊我，那如果有人在他的留言下面幫我說話，幫我這個小小頻道主平反的話，這個屬於個人言論自由的行為。可是如果我有煽動或者說意圖說有實質的動員去組成，用好多個賬號或好多的人的聲音呢去辱罵他，去圍剿他的話，那本質上我仍然是侵犯了言論自由。就是一句話，惡心。因為這裡頭的言論其實仍然只有我一個人，或者說我的主張，它就不是其他人自由化的表現。當然你說Leon講這個哎呀，這個已經太清高了啦，現在網絡上哪裡可能沒有網軍或水軍？沒有錯啊，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普遍對於網軍或水軍的感受一定是差的。沒有人會認為說你可以花錢買網軍水軍去洗版去帶風向，這種的言論方式屬於合理的，對吧？還有就是保守主義的我們呢，主張的是絕對言論自由，我們非常的反對所謂的市場社會，也就是說言論這一種個人道德性的主動參與的表現呢，它都不應該
該由市場可以來買賣，以誰能付錢誰就是老大來決定的，這個跟道德是衝突的。好，我們之前在桑德尔老師的影片已经談過了，你就想象哈，言論自由其實它跟自由市場經濟的概念有點像，就是說每個人他講出來的話，當然都是為了表達他的觀點，希望說服別人嘛。所以每個人自己的言論呢，它都是一件商品。那商品本身就可以在這整個市場當中呢自由流動。好，有人認同我，有人就會來附和我，就會來認同我的主張。換句話說，就等於是購買了我的商品。那不認同或是認為他的這個言論太過偏激、太過極端，不想支持的，自然就等於是把這樣子的言論商品給市場當中給慢慢淘汰。那這個才是一個符合自由市場經濟。好，允許我刻意用這個自由市場來比喻，会更容易讓大家理解一些。但是假如今天我是用花錢，或者是我是動用一大群网军的方式，只把我的這種言論想办法把它倍增放大的时候，也就是我們在自由市場經濟常常會碰到的所謂的市場壟斷的問題嘛，就是市場一面倒的，只因為我有資源，我能動員，我就把這個市場的所有的商品都排擠掉，只留下這一種商品獨大。那麼這一種刻意的壟斷呢，它就違反了自由市場的原則。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自由市场经济當中，其實反壟斷法它是個必須的東西。好，但是你說那可是這也是它自由的一部分啊，因為它就是有這個條件，有這個組織動員啊，沒有錯。可是我們要講的就是，如果要保障每個人的言論自由的話，那麼每個人言論自由的機會就要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是否這個言論它應該在市場上被消滅而消除呢？是應該由集體多數人的價值觀來共同決定的，它不應該是刻意由少部分的人來單方面去改变的。也就是動用網軍，簡單講就是它並不能反映大多數人的共同看法，它是大多數人的聲音的一種假象啊。我不知道做這樣一個比喻會不會大家覺得比較有趣哈，更能去理解到說保守主義在言論自由這一點跟自由市場經濟它的本質道德倫理的價值觀是相同的。那這個就是蔡阿嘎犯的第三個 Jonathan Haidt 的6大道德曲線當中的自由與壓迫，也就是 liberty and oppression， 也就是霸凌者的集權動員，禁錮別人自由，或者說侵害別人自由表達的機會。所以這一種自由與壓迫的道德觀呢，會讓人們對於這種仗勢欺人、拒絕被強權壓迫呢，會有着極高的警覺性。那這也就是蔡阿嘎的嘎哥護衛軍 Garmy 哈，不是那個行車記錄器的 Garmy 哈，而導致這一次我認為是到最後是大家最多數不能認同的。好，從左右派來看呢，右派保守主義是比較認為6個的道德矩陣呢其實都重要，但是左派呢只剩下3個是比較關注的，神聖跟墮落是他們沒有的選項，但是自由與壓迫呢是左派跟右派都非常看重的一個點。所以動用網軍這件事情反而成為了壓垮蔡阿嘎最後一個稻草的主要原因，這個是他跌得最慘的一個地方。真失敗，錢又沒談到，還弄得人見人厭。那前面我們講的拿 AI 做比較，這種所謂公平與欺騙，也就是不對等的比較哈，我反而認為大多數人可能對這個的敏感度可能還會更低一點。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參加這個事情很好玩。他一開始這個問題其實在我來看並不嚴重，他如果要比，雖然看起來好像有一點不禮貌，可是這個公平性其實比較不是蔡阿嘎做影片的目的，他比較是覺得好玩。甚至他可能認為這個可能都是現在 AI 時代當中可能慢慢要淘汰所謂人類畫家的一個過渡的一個象徵，他可能是比較偏站在 AI 科技正向的一個角度，以至於他在這個事情上面他沒有覺得那麼嚴重。但是很可惜的就是這個事情他把它又凸顯到了神聖與墮落，然後再加上最可怕就是網軍凸顯到了最後是大家最不能接受的自由與壓迫哈。那當然也有人可以再嚴格的定義，就是說，那另還有一個道德是關懷與傷害，就是 care and harm 哈，就是說這種街頭畫家他是一個自食其力，而且他是沒有數位話語權的普通個體。那蔡阿嘎你是一個擁有數百萬訂閱，那你會不會用這種公然比較的方式呢，反而是去貶低了這個畫家他的個人的能力，甚至進而影響他的這個名聲或者是收入哈？這個我比較不好說，因為這個畫家他是一個日本畫師嘛，日本真的也會不會因為蔡阿嘎的這種比較而這個風波會回來變成說傷害的這個畫師在日本的被貶低或者被嘲笑，進而減少他的客源哈？這個的關聯性我覺得可能看不太出來，甚至有點牽強。好，這次炎上事件呢，因為燒得最旺最慘的是蔡阿嘎嘛，所以搞不好這個畫師還莫名的變成一則新聞傳回到日本，他搞不好還受賄。這思維可是真挺另類的。所以我比較沒有去提出蔡阿嘎有沒有犯的所謂的關懷與傷害 care and harm 哈。
我自己覺得他挑日本是相對比較好了哈。如果是在當地的話，大家很容易更敏感的是做比較式的這種節目會不會傷害是當地店家。好，我舉例來講，這個美食公道伯，對吧？好啦，也不賣關子，就 Toys 啦哈。你看為什麼他那個時候做這個探店比較的時候，對不對？後來被這個超派鐵拳超哥給打哈。當然，我必須說，我認為這種比較再怎麼樣都沒有嚴重到可以被毆打，好，被暴力毆打的情況。但是會之所以比較容易敏感，是因為 Toys 它是在台灣比較台灣當地店家，對超哥來講哈，這種所謂關懷與傷害，他會很敏感的感覺到說你是要來傷害我的店家的信譽哈。超哥那個醋飯超難吃。那坦白講，醋飯到底好不好吃呢？哈，我自己都還蠻相信說 Toys 的味蕾應該是不錯的哈，所以他的評論應該算客觀。超派，只是說你很難去規避掉你這種有刻意傷害的動機。蔡阿嘎的話，我覺得這部分稍微好一點。OK， 以上呢，想要用更有趣的一種道德面向角度來借這個機會做一個例證，就是我們怎麼去看大眾對於蔡阿嘎這次深陷到的道德爭論問題。那除了動用網軍之外，我必須說，蔡阿嘎他前面所有個人的發表，包含在網絡上投票等等哈，跟 AI 做比較，我認為這都是絕對的言論自由。但是也同樣的哈，言論自由從來都沒有免於被批評的自由。好，所以呢，蔡阿嘎被批評，那也是網絡的言論自由。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言論自由這件事情是要絕對的捍衛，就是因為只有讓別人能夠講出來，不然的話，你甚至不知道說有些人他的言論其實是不妥或是不當的，該有機會去指正他的機會都沒有。好，當然也不是說批評的人就一定對。好，那到底對不對？我覺得就是我們來回歸到幾個象限來看。好 ，OK， 今天分享這給大家呢，希望大家有另外一番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那也希望呢，如果有任何認同我或不認同我下法，都在我下方留言。我是絕對捍衛你的言論自由，絕不刪任何一則留言。我們這邊是超級神隊友，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拜拜。The cornerstone is Christ alone, our hope now forever.